好，回到节目来关心台海战争到底可控还是不可控呢？是像美国智库之前所说的可控吗？这是一个疑问句哈。那么《纽约时报》呢，最近罕见他们揭露了一份五角大厦的高度机密内部文件优势简报。那这并不是一般我们所熟知的智库兵推，也不是学者的沙盘推演，而是美军自己用来说诚实面对失败的内部评估。而结论只有一句话：20年前美军还救得了台湾，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当然，这个报告一出呢，立刻引发了关注，因为呢，在先前有很多次兵推，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兵推当中呢，美军的航母的打击群还没有进入到作战位置之前，解放军的飞弹呢，像是反太空作战等等，就已经全面开火，甚至呢，就连美军最引以为傲的象征啊，就是他们的福特号航母呢，都会在空优尚没有建立之前，就会被重创，甚至被击沉。而在不久之前，日本的媒体 President Online 才引述了 CSIS 的兵推，他们指出呢，24种的模拟作战情境当中，中国大陆只有在2种情境下能够取胜，其他全部都是落败的。但是美国学者叫做 Lily Goldstein， 他直接就点破《华尔街日报》还有多数刚才我们所提到台海兵推剧本的3大盲点，哪3大呢？第一个，忽略了商船的平战转换能力；第二，直升机还有空降兵的立体突击；第三，就是核升级的风险被刻意的忽略了。好，那马老师怎么看这份美国国防部这个优势简报的结果？因为刚刚特别提到是美军内部对于自我评估，他们觉得哪些短板、哪些弱点必须要赶快补强的。应该是蛮真实的。我觉得每一次的这个推演，他都会根据他想定的剧本会有不一样的答案。那我觉得，如果从解读上面，这个优势简报它只是设了一个更恶劣的美军作战环境。那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底下，美军要取胜本来就不太容易，但是它不代表真实的战争过程里面这些事情会发生，它是一种想象。那所以这可以说明为什么 CSIS 的兵推跟这个优势简报彼此之间会产生差异性，因为我相信他们设定的剧情是不一样的。不过前一阵子就是在93阅兵之前，我觉得路透社有一个非常深入的报道，他就是在讲说在8月份的时候，中共已经开始集结了这个滚装渡轮跟这个就是甲板货船去进行登陆的演练。那这2种船结合在一起，其实它就不用靠岸，它的重装甲还有它的机械就可以从离岸边比较远的状态用这种商船的方式，它就可以接驳到岸上了。也就是他这边所提到的这个想定，就是商船平战转换的这个能力。那这个当然在做法上是有可能。不过，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是在战时或冲突的状况底下，你要有这么大的船舶能够靠近台湾比较近的海域，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体积太大，然后它移动速度很慢，然后这种大规模的直升机空降，这个在作战的过程也很难想象说我们的空域，除非他们有空优啦，否则我们的空域大概非常难被任何的单一国家就是有大规模的这种登陆，这种可以这个空降的这些飞机充满了我们的上空，所以我觉得这些想定是存在，但是它不一定会在战时真实发生。它美军有没有到不了驰援不了的问题呢？我觉得基本上没有。航空母舰它需要部署，但是第7舰队的3艘航母，它经常性的在这个西太平洋海域出没，这个是一回事。但美军本来就在亚洲啊。美军本来就在冲绳，本来就在日本，本来就在南海，所以本来就在菲律宾，所以本来这附近就存在美军，它并没有战争发生驰援的问题，是它在战争的同时，它也在这边。所以我觉得在思考上，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我觉得没有像他们讲的这么悲观，但是这是一种想定，我觉得大家要了解这样。啊，军方的报告当然值得参考哈。不过这个就让我想起先前这个我参加一场这个兵推的相关的讲座的时候呢。讲者他就特别提到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他说呢，所有兵推会失败，就是兵推到最后失败，无非目的很简单，要争取预算，就是我们要更多的国防预算来加强我们的这个经费哈，那才能够提升我们的实力。那所以现在回到说这个美军啊，就是五角大厦这个优势简报哈。好，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当然美军的担忧不是这空穴来风，也
它是其来有自的，因为最近就看到中俄的联手。这个礼拜呢，中俄的战略轰炸机呢首次的联手出击啊，我们看到有2架俄罗斯的图95从日本海逼近，然后接着呢在东海的空域啊跟2架中国大陆的轰6K 会合，两国的军机就沿着对马海峡一直到4国外海，然后再到太平洋，再到宫古海峡，他们完成了长距离的战略巡航。那么在往返宫古海峡的这个途中，又有4架歼16进入这个护航的队伍啊。那同一时间呢，在日本海上空还出现了俄罗斯的 A50预警机以及2架苏30的战机。那我要说的其实就是，你可以发现中俄之间的不管联合演训也好，似乎是越来越有默契啊，好像是叫一声，马上就集结在一起，这个队伍就看起来非常的整齐啊。当然，中俄现在在东北亚的这个动作呢，也越来越明显，所以呢，这次看到出动联合一起的话是15架军机，包含了具有核攻击能力的图95，还有轰6，联合绕飞日本。像刚刚马老师讲的，无非是给日本一个很强的压力哈。那当然，这个背后的战略思维，还有包括中俄的联手啊，未来如果一旦是常态的话，这对于东亚来讲的威胁是什么？讯号的传递，主要是讯号的传递，也就是说，今天中方希望能够借由跟俄罗斯这样一个联手巡航这个这样一个作为呢，强烈向日方那个透露出就是未来如果两岸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话，你没有选边站的余地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要介入这场军事冲突，因为如果你一旦介入这场军事冲突北京跟俄罗斯都有能力对你发动攻击，而且因为其实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那你说北京如果说今天要对因为就是日本介入了这个台海冲突之后，那北京要怎么做？那自然第一，我们刚刚讲到，既然如果说你那个日方在美方的这个美日安保启动下被动介入，因为其实即便是美日安保，那日方要介入的这个程度还是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选项。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日方选择了积极性的介入了这个台海之间的这样的争端跟冲突的话，那这个时候中方可能会做反应，甚至联合俄方来。因为其实俄方对于日方来说，长期以往日方对于俄罗斯，它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因素在里面，也就是北方四岛。其实日方一直对俄罗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这个在外交以及这种国际场域上来。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忍让跟客气，就是日方念兹在兹，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要回北方四岛，至少能够要回北方四岛中的一部分。那其实当然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之前那个俄罗斯也同意归还4个小岛中2个比较小，但结果没有想到，因为俄乌冲突全面爆发，日本站到美国的率领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团队里面，让俄罗斯愤而就决定这个事情就不还了。那但是也就是我刚刚讲，俄罗斯来其实也就强调，也就是告诉敲日本的这个门，告诉你还有北方四岛的问题在我们这边还悬而未决。然后那对于北京来说，你如果真的无条件站到美国那边，然后就是对美国请全国之力支援的话，那这个时候你日本的全境都有可能成为我中方攻击的目标。当然，到时候做得到做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我在做那个这种事情发生前，我要用这样明确的讯号告诉你我做得到。那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当然其实在这个阶段俄罗斯它的问题俄罗斯有它实际的问题，就是他们这次加入这个联合战备那个巡航的这样一个轰炸机跟这个 A50的预警机其实都已经是在这个乌克兰前线经过一定程度的这个耗损，等于说它透过攻击乌克兰一个航舰之后进行一个长途飞行，然后进行多次空中加油，然后绕到日本这边来飞一趟。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要能够有效而且定期的执行这一类的这个任务，其实越来越难了啦。对，OK， 所以其实但不管怎么样，看得出来说他们的这个编组或者说编队的，其实他们这是非常。可能是演练也久了就变成说要集结的时候是非常已经有默契，就变成说我今天这个任务只要一下，那俄罗斯不管你从哪边抓飞机过来，那中国大陆从哪边抓飞机过来，都要变成一个有效的联合作战的态势，这个部分是看得出来了。所以演训变成是非常的熟悉了。对，那现在在东北亚这边呢，其实你可以看到阵营的对抗是越来越清楚我们要说是2大包括了中俄朝，另外一方呢就是美日韩这个紧张关系也正在加剧中。可是川普的态度，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包括最近对日本就中日之间的这个关系紧张，他是异常的低调。同时对东亚现在呢也是态度微妙让美日韩的同盟现在也有分析家认为是有信任折损的问题。好，现在不但是说呢，川普我们听到他讲说跟习近平的关系还是非常的好，然后呢，在这一次的中日还有俄乌的态度上面，更是让大家觉得你这个偏的也太过头了吧那不排除会再见金正恩等等的
这些相关的不管是想法、说法或者是做法，都让美国的盟友现在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万一到时候发生了事情，美国不出面怎么办？这个是一美论嘛？现在不只是这个，连德国总理不是也是这样讲吗？我们被美国耍了。他们讲其实很多人对川普支不支持盟友，有条约的盟友有质疑。但是虽然常常批评，比如说他常常批评北约国家国防预算不够，或者南韩、日本国防预算不够，这个是第一个任期到现在他一直以来的说法，没错。但是我相信川普是很了解这些防御的这个条约的义务，所以对川普来说，我相信，假设明天北韩攻打南韩，那川普他真的是很了解美国必须要按照条约来帮忙或协防。我相信川普了解，但是同时不得不说，那钓鱼台或菲律宾在南海跟中国有争端的小岛屿啊，那川普会不会为了这些冲突动用美国的军事能力协防？的确是一个问号。虽然过去美国官方发言人都说钓鱼台也是在包含在条约之内协助的地区啊，但是会不会因为一个小岛跟中国或其他国家战争，真的很难说。但是我真的是认为很多人对川普的这个质疑是应该可以说是不成立，因为他还是很了解这些义务，而且他了解这是长期，不是昨天或前几年才签约了，他了解这个是从冷战到现在的美国的非常重要的义务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质疑是对川普来说，对川普是有点不公平，但是范围是多大，这个是一个问号。所以从刚才 Russ 的分析里面，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未来万一真的发生，不是大规模的冲突，而是局部的冲突，那么美国可能会意识到这些冲突对于区域安全的影响，可是不见得会出面，是这样子。对最近几个礼拜中日冲突，川普也没有明确表态，对不对？因为他真的觉得这个小事情真的很烦了，这个没那么重要啊，为什么要产生这么大的争议？他真的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OK， 这个好像我们曾经听过的一句话，就是说大事跟小事其实都是事，但是决定大事是小事，就是说是大事还是小事的是川普，那就看他到时候决定这个冲突是大事还是小事喽。马上回来。